时间来到几十分钟之前，索隆与纳米版山治、布鲁克外出追脖子以下全腿的武士，结果意外的在雪地里看到了巨大的脚印，莫非是传说中的雪人？三人跟着巨大脚印一路向前，结果来到了一处悬崖，突然身后杀气起来，三人转身一看，雾气缭绕中可以看到有2个又高又长的身影站在那里。话不多说，雪人兄弟直接对着三人开枪，这是一种名为 KYP 的催眠瓦斯。不管多厉害的酒豪，中了这种瓦斯也会在烂醉中睡过去。索隆三人吸入瓦斯气体，身体开始晃动。雪人兄弟对准三人脚下的悬崖开枪轰炸，将悬崖打断。悬崖下面就是冰柱剑山，掉下去的话必死无疑。布鲁克与山治吸入瓦斯，立刻晕了过去，只有索隆还能勉强支撑一下。三人掉了悬崖，索隆看到下面的剑山，拼尽全力一刀砍下去，将剑山砍成2半，然后昏睡过去。雪人兄弟以为三人挂定了，打电话给岛上的卫兵们过来回收尸体。卫兵们来到悬崖下，山治率先苏醒，一顿暴踢给士兵们打倒。看到索隆和布鲁克还在熟睡，便一人一脚把他们踢醒。索隆一度以为自己在坠落悬崖的时候磕到了脑袋，如果知道头上的包是被山治踢的，二人免不了又是一场大战。3个人若无其事的继续赶路寻找武士。来到了湖边后，山治一边大叫一边四处寻觅，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脚下已经被冻成冰雹的男子。还是索隆比较警觉，看到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武士后吓了一跳，山治一脚踢碎了武士身上的冰，武士大叫一声好冷，惊坐起来。三人很纳闷，这个武士不是会变出衣服吗？为什么不给自己弄一套御寒的棉服穿上？武士哆哆嗦嗦地告诉三人，因为那个恶魔果实的能力，自己不会游泳。此时此刻他的身体应该是掉进水中了，因此自己失去了变出衣服的能力。山治恍然大悟，因为身体掉进水中无法使用能力，其他部位也会变得虚弱不能行动，所以武士才会在这里被冻住。这样一来，三人也就知晓武士的身体在哪里了。说到水，那就只有不远处的那个岛中内海了。武士哆哆嗦嗦地说，如果身体掉进水中，只好麻烦几位帮忙潜下去把身体捞上来。山治叼着烟不耐烦地说，知道了，你这个旱鸭子，废物武士。武士突然很感动，在他印象中海贼都是罪恶的存在，无恶不作，自己的家乡就是被海贼霸占着，而眼前这几个海贼与自己素未谋面，却心甘情愿地帮助自己，着实让人惊讶。山治也不和武士废话，拖着武士向湖边走去，迎面跑过来一大群半人马，一边跑一边还嚷嚷着，有怪物在湖对面出现了，千万不要靠近湖水。索隆三人连同武士站在原地愣了半天。索隆摸了摸下巴，凭借自己路痴的直觉，索隆猜测前面的方向应该就是他们划过来的中心湖。布鲁克看了半天，吓了一跳。就在距离几个人几百米的正前方，有一个巨大的小山正缓缓向他们移动过来，那就是凯撒的最终大杀器斯梅林。所谓的斯梅林，就是4年前在庞克哈萨德引发巨大灾难的生化武器的原型。凯撒亲手研究出的毒瓦斯炸弹，杀伤力巨大，瞬间就干掉了岛上的所有生物，就连建筑物都被腐蚀的不成样子。生化灾难的1年后，凯撒来到庞克哈萨德查看效果，外界传说是凯撒净化了岛上的空气。然而真实的情况是，凯撒将毒气压缩改造成了怪物，也就是现在的斯梅林。这个巨大的毒质怪物蠕动到索隆等人前面不远的地方，与他们隔海相望。怪物从头顶伸出来一个喷嘴，将自己的身体化成一个个小粘液球，喷向远方。几个人看得津津有味，莫名其妙的东西在做着莫名其妙的事情，看起来无聊又有趣。布鲁克感叹道，看他打得好高啊。这时几个人发现一个紫红色的粘液正向着他们的方向飞过来，大家躲在一边。布鲁克突然想起来，自己在一本书里曾经看到一个叫做史莱姆的生物，跟眼前这个东西很像，只不过书里的史莱姆可以溶解女性的衣服。山治一听就来了精神，叮嘱布鲁克下次把这种好书借给自己学习学习。索隆观察着眼前这个怪物的动态，发现一个比较恐怖的事情。虽然不知道这个怪物会不会溶解人的衣服，但恐怕是带着剧毒，碰一下立刻出局。怪物掉落在湖水里的液体，有一大群鱼类已经瞬间死亡。如果放任不管，这片湖马上就要变成毒湖了。山治一听，立刻脱掉大衣，纵身跳入湖水中。等毒液蔓延到整个湖的时候，武士的身体就挂了，只能趁现在赶紧捞出来。岸上，斯梅林的分身不知不觉已经成群了，将索隆等人包围在湖边。这些奇怪的分身还能合体，合体之后变得更大。索隆2刀砍了过去，对这种软体怪物造不成任何伤害，而且怪物被砍后还能喷出毒气，实在是非常棘手。怪物们慢慢蠕动身体，将索隆几个人紧紧包围在湖边。这时，站在湖边的武士突然发出痛苦的哀嚎，躺在地上不断的挣扎。湖水中，山治看了半天也无法找到武士的尸体，只好发动见闻色霸气，但是依旧没有收获。突然他感知到背后有鲨鱼袭来，
转头一看，一头鲨鱼咬着武士的身体，正慢慢游过去。山治看准机会，一脚踢向鲨鱼的腹部，将武士的身体抢了过来。护士中的毒气几乎已经蔓延开来，眼看就要将山治包围其中。山治使用足踏空行，从水中迅速窜了出来。终于，武士的身体部件组装完毕，成为一个完整的人。他感动的四体横流，正式做了自我介绍。此人名为锦卫门，出身于和之国的九里。岸上，怪物斯梅里引领几个人完全困住，想要逃出去，要么强攻，要么就让山治背着大家从空中飞过去。锦卫门拔出自己的武士刀，高冷地说道：“把他们烧了怎么样？”说完，锦卫门猛地劈出一刀，将其中一个斯梅里砍伤。斯梅里身上燃起火焰，接着一声爆炸，火焰瞬间席卷过来。锦卫门又连砍3刀，将火焰生生劈开，杀出了一条出路。锦卫门又称狐火锦卫门，擅长使用狐火流剑术，以火焰斩烧和劈开火焰为奥义。世界上没有锦卫门劈不开的火焰。锦卫门与索隆等人道别，自己还要去救儿子桃之助。索隆微微一笑，突然对眼前这个猥琐的武士产生了兴趣，于是主动提出来帮助锦卫门一起去救儿子。罗和乔巴离开后，路飞这边决定紧随其后绑架凯撒。说到绑架这件事，路飞突然神秘一笑，自己想到了一个很好的主意，可以快速到达研究所。在第3研究所的后门，斯莫格和他的这股海军在这边和凯撒手下的杂兵们战作一团。罗凭借自己的空间传送能力也赶了过来。接着是变成气球的路飞载着弗兰奇和罗宾从空中也赶到，后门一下子热闹起来，罗的脑袋都大了。本来是让路飞秘密潜入绑架凯撒，现在路飞直接冲到了敌人堆里，不仅有凯撒的手下，还有斯莫格和这屋的海军。路飞的绑架战略搞得人尽皆知。罗低声骂了一句：“笨蛋，谁让你与全军为敌的？”罗懒得管路飞，按照自己的计划带着乔巴潜入到了研究所里。路飞这边直接开打，不过这群杂兵倒是不足为虑，被路飞3人轻松团灭，打败了凯撒的手下。路飞寻找进入研究所的入口，达斯奇跑过来挑战路飞，路飞向后一跳，躲开了烟男版达斯奇的攻击。烟男版达斯奇憋了半天，终于把自己的双手变成烟雾，拿着刀刺向路飞。路飞利用武装色轻松抓住烟雾，将达斯奇摔倒在地。烟男版达斯奇问路飞来到岛上有什么目的。路飞很奇怪，这个烟男好像变娘了许多，虽然他本身就很弱鸡，但是现在看上去更加柔弱，说话的声音也变细了。难道是中了亚洲邪术之一变性手术？这时烟男本尊赶了过来，穿着达斯奇身体的烟男习惯性的敞开胸怀，胸前的巨物抖来抖去。不过烟男虽然有战斗意识，但是身体太拉胯，路飞轻松躲开。在搞明白事情的缘由之后，路飞指着变成女性的斯莫格，捂着肚子大笑不止。斯莫格恼羞成怒，拿起石手对路飞一顿猛攻。路飞开启2档躲开后，告诉斯莫格，跟这样的你打架也没意思，下次再玩吧。接着甩开了斯莫格，来到了研究所的后门。弗兰奇用手中的激光炮将后门的大门轰开，招呼路飞和罗宾一起闯进去。这时候，从天空中飞过来一个紫红色的奇怪粘液，落地之后就好像鼻涕一样不断的蠕动，如果受到枪击就会释放出毒气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东西还是活的，可以自行移动。海军们表示很懵，但也知道这些东西很危险，戴上防毒面具在一边呆呆的看着。一名海军试图将这个怪物推到海里，结果双手刚刚触摸到怪物，整个人都被吞了进去，同伴将他拽了出来。这个海军全身已经染上了毒气，痛苦的满地打滚。另外一个小子拿出喷火器，打算将怪物烧掉，看上去火焰对怪物似乎有一些作用。怪物在火焰的作用下越来越小，就在大家庆幸的时候，突然一声巨响，毒液怪物爆炸了，将整艘船连同船上的海军一起炸飞。岸上的人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。然而不管是庆幸还是恐惧，大家的情绪都没有太多的缓冲时间。抬头看向天空，无数个紫红色的粘稠液体如同雨点一般从天而降，众人立刻慌作一团，四处躲避粘稠雨点。怕水的斯梅里为了度过与极寒岛中间的内海，真的将自己分成一颗颗小球，隔着内海喷射过来。凯撒突然出现在研究所的外面，看到这一幕发出得意的笑声。当斯梅里将自己的分身全部打过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可以亲身体验一把4年前庞克哈萨德化学兵器大爆炸的刺激场面。那是一个所有生物瞬间被抹杀的死亡世界。凯撒化作瓦斯气体飞向空中，狂妄大笑：“我是世界第一科学家凯撒，我为自己的化学武器代言。”路飞压根就没听进去凯撒说的话，他的脑中只有3个念头：绑架凯撒，绑架凯撒，绑架凯撒。路飞弹射出去，将凯撒紧紧抱住。因为武装色霸气的原因，可以轻易的抓住自然系能力者。不过瓦斯果实和普通的自然系可不一样，如果靠得太近，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。凯撒用瓦斯套索将路飞紧紧抓住，瓦斯本身就带有毒性，被瓦斯套索套住很难摆脱，只能等着被毒死。路飞屏住呼吸，猛劲的挣扎，但是无论如何都挣脱不开瓦斯套索。凯撒得意的哈哈大笑，看你能憋气多久，赶快吸入毒气瓦斯去死吧！
路飞挣扎了半天，实在憋不住气了，干脆将所有的毒气瓦斯吸入体内，然后顺着耳朵将瓦斯气体喷了出来。凯撒一下子傻掉，这么多毒瓦斯吸进去，居然毛事没有，这人是什么体质？这还是多亏了麦哲伦啊！路飞使用2档的喷气毛头枪将凯撒击落，凯撒十分恼火，拿出一个奇怪的东西对着路飞打响，只听啪的一声，路飞身边立刻发生巨大的爆炸，将路飞炸翻。这就是瓦斯果实，不同于烟雾果实那种只会变成烟的激烈能力，瓦斯不仅可以变成毒气，还能产生大爆炸，危险系数翻倍。紧接着，凯撒指挥紫魅灵的分身缠住路飞，再次使用响板，更猛烈的爆炸袭来，如同小型核弹一样，连旁边的人也波及其中。爆炸之后，已经看不见路飞的影子，大概是被炸得尸骨无存了吧。凯撒和身边的小弟发出热烈的欢呼声。这时，路飞从旁边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站起身来，感叹一句：“刚刚也太危险了吧！”凯撒吓了一跳，路飞一脚将他踢倒在地，然后跑过去将凯撒死死抓住。这下子，凯撒应该是没跑了，就这样直接绑起来带回去。出战告捷，旁边的斯摩格一干人一看来劲儿了，赶紧冲过去阻拦路飞。路飞十分得意，这个凯撒体术弱的一批，看来绑架他也挺简单的。然而路飞突然感觉胸口一阵沉闷，痛苦地抓着喉咙，瞪大了眼睛，说不出话来，挣扎一下后昏死过去。弗兰奇和罗宾一看大事不妙，弗兰奇用右手武器将一干杂兵打翻，罗宾趁机滑翔过去解救路飞，结果也遭遇了某种攻击，从空中掉下来晕了过去。斯莫格懵了，赶快让手下撤离，看来凯撒应该是又用了什么阴险的招式。接着凯撒用同样阴险的招式将斯摩格、达斯奇、弗兰奇相继打倒，这下子所有的威胁全部清除了。凯撒让部下将路飞等人用铁链和海漏石捆起来，然后拿出自己的毒药糖果，准备去夺回小孩子们。另一边，罗带着乔巴潜入研究所，刚好凯撒出门打架去了。罗按照事先研究好的计划，将装着乔巴的布袋子放在研究所中，然后找了个借口把凯撒的助手鸟人莫奈引了出去。二人在研究所内的走廊中走了好久，突然罗感觉胸口一阵绞痛，跪倒在地。在走廊的阴影中走出来一个高大的男子，他戴着墨镜，身穿一身白色战斗服，脸上还贴着一块牛排。好久不见呀，罗。这个人名叫维尔格，海军中将，这屋海军支部基地长，还有另一个身份，那就是七武海多放了明哥身边的最高干部，也是安插在海军中的卧底。不只是眼前这个新登场的家伙，就连莫奈也是多放了明哥安插进来的卧底。凯撒一直在帮助多放了明哥搞科学研究，但明哥并不相信凯撒，于是派莫奈卧底进来监视凯撒。罗很不服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没对你们造成威胁。威尔格旁敲侧击的敲打罗，小孩子是骗不过大人的，如果真有威胁，你已经死了。罗抓起手边的鬼窟想要反抗，威尔格一手捏住罗的心脏，罗痛苦倒地，另一只手操起武装色的竹竿子，狠狠给了罗一下。我是谢幕君，咱们下期见。